今天的艺术很有事要向漫画家郑问致敬，在他的60岁冥诞，邀请其亲人、弟子及故友共同缅怀一代大师，了解郑问如何以深厚的绘画及艺术功底不断破格，为漫画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他肯定不是那种一出场直接站到舞台的中央，站到下一个场面，剑光就一闪动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跟所有前面出场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的。油漆才能浮在水上面。有人先做个这个抽象的图案出来。郑问那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就台湾画漫画人心目中的神啊。那时候我22、23岁嘛，就一心想要画漫画嘛。本来投稿去一家欢乐漫画杂志，结果那杂志停刊了。那个主编还觉得我很不好意思，我说没关系啊，我说不然你看给我郑问的地址，我去那边学好了。我记得那时候他跟我讲这个时候啊，我还觉得说，这个随便弄个什么都可以干嘛嘛，我还考他嘞。利用油水分离啦，利用什么牙刷啦、报纸啦，哈，用那种感觉做抽象，其实不少画家做过。而我觉得郑问算是第一个哈，把这个抽象跟超写实合在一起。这个是我第一张图，我就画了胃痛。27、8年前，那时候薪水给的是4万块。对啊，就你画了几天东西是完全不能用，你说这压力大不大？他反而是不会去念你的，对，然后他的噼里啪啦就改掉了，就立刻就好了。其实那时候就学最多的时候，有时候自己搞2、3天是完全不行的，他5分钟就搞定了。哇，那一刹那那个震撼是很清楚，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了。因为看到这个也很好玩，他的背后应该没人知道怎么画的。对，他就是用那个打火机烧那个纸，然后烧出很多痕迹。他常常就是手边乱七八糟东西拿起来就开始用，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干嘛。这个房子就是一层一层的，然后这个空间呢是我们用餐的地方。那郑问有很多的时间，他几乎都会在这里，所以这个桌子有很多他的回忆。所以虽然它很破烂了，我还是想要把它留下来。这一张呢是他小学大概3、4年级的时候画的，这是我嫁过去的时候，我婆婆很慎重的交给我。虽然嘴巴念的是说我要让不出团，但是他还是以他对他的爱那种方式，你看一点一点把它剪下来，以一个老人家，然后他剪下来，然后很细心的把它涂好。我听我朋友讲，就是他看人家的那个布袋戏啊、野台戏，然后他就不知道花了几毛钱去买这个纸，然后趴在地上就这样画。所以他从小其实我觉得是与生俱来，他就是要吃这行饭。台湾的漫画的第一波大神婆阿三哥、诸葛色郎那个年代，60年代的中间就开始进入了叫做审查期。这个审查期就让台湾漫画就整个中断了将近快20年的时间。我可能是台湾的出版界里面第一个名片上面打上漫画编辑，我就是去他家拿稿。80年代开始乌龙院开始引起大家阅读漫画的热潮。郑问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开始浮现了。装甲元帅、斗神，然后黑豹，算是他的第一个阶段的作品。刺客列传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算是一个大跳跃了。当年刺客列传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讲石破天惊。所以当我后来说我成为时报出版公司的总经理，有机会能跟郑问合作多好。他第一个他就是这种画风
才会讲一个中国的历史故事，不管是人物塑造的那种气派，已经有水墨的润法了，整个讲那个故事的节奏感觉都是前所未见的。他把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刺客，什么叫做千军万马，就是其实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一片红布，一个将军，一些人隐隐约约在这里头。我们都很知道荆轲刺秦王的这个故事，可是我们很少会想到，在匕首拿出来之后，秦王逃掉，然后这件事情是他跳到了梁上。就是我们会讲相片，有一些决定的瞬间；我们会讲电影经典画面，我们漫画也是有经典画面。这个是郑问把台湾的漫画开始带到一个另外一种高度啊，就是原来可以做成这样子的状态。这个应该是有一年去郑问家吧，我们两个都很年轻。我们在地上在谈一些构想，跟我在一起就是说，大部分时间他都一直保持他的礼貌，他不会对一些看法直接讲出来，他都笑笑，他眯一个眼睛这样笑笑，必须要跟他斗，我们要兴起了讲到什么东西，他才会直接讲啊，那个不够看了，那简直的算什么这样子。当时因为我正好刚开始接触佛教呢，所以就都感到很好奇，尤其是《地藏经》里面有一句话叫所谓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种概念就觉得太酷了，因此就想到说啊，用这个概念来发展一个故事。对，我觉得阿比剑那时候出来也是吓死人哦，他就是用沾水笔来画素描嘛。我还记得10几年前我去那个香港的黄玉郎，就最大的漫画公司嘛，哇，很多那个助理的桌上都摆着一本阿比剑当范本哦。因为阿比剑都快30年，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神作啊。就是漫画的好处就在这里，就是说它两页翻，前面是碎格子，但是你会瞬间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么巨幅留白，就像是看一部电影，对，刹那间万籁俱寂。什么声音都没有。当那个石飞龙赶上来，感受到一个小孩，他看到他父亲被人一刀刺透的时候，他的那种震惊跟那种shock。你看这个多棒，这个结合的那种国画的。看到他的英雄人物，你都可以感觉他自己画的那种快乐跟那种自在感。我们平常用完毛笔不是要洗吗？他都不洗，我说陶伟，因为那时候我们叫他陶，我说陶伟这个毛笔，因为我自己学国画，看毛笔没洗，对我是很紧张的。我还知道他为什么都不洗，那个不洗啊，我那个笔触是完全不受控制的。对，因为他很喜欢那个不能控制那个感觉。对，像那个18恶道，他会把个人他直接的造型就画成恶这个字，对，那都是就是郑问很喜欢设计这种场面、画面跟人物，对。你会看到这一幅画的下面，他盖一个小章，问8、9，他真的是把这一格是当成一个艺术品的创作来看待。你可以想象，就是当一个人前面被打昏了起来的，终于挣扎起来了，包括他的眼神、他的世界能看到的人，非常传神了。当然，是这种恍恍惚惚的，你不懂、没法体会的人，大家会觉得这几笔让他画的非常怎么搞的都这么几笔。你看，郑问是非常重视这一格子的，他才会特别盖一个章。我觉得那也是跟读者的某种沟通吧，对呀，你会看到我在这里留了一个暗号，我的印记，对。
郑问的进入日本漫画大概是在90年代初期。日本漫画到那个时间点里面，几十年下来的时候，日本漫画已经小小的僵化。漫画要用沾水笔，漫画要用网点，漫画分格要这样子，漫画的对白框要怎么摆设，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制式的模式啊。所以日本漫画讲谈社的 Morning 跟 Afternoon 这2本漫画杂志的总编辑，他觉得日本漫画需要改造，需要大量的不同的刺激，所以他希望引进全世界很厉害的创作者。那郑问算是这里面最成功的一位。他刚开始进入日本漫画，开始做的《东周英雄传》，所以基本上是这里面是挑出了一个人物，一个人物，他就慢慢的去讲，用他的线条，用他的笔触，让这些人重新活过来。这一间是他很多的大型的图啊，还有电脑的作品啊，都大概是在这个空间完成的。那这些是他的草图，这个是东周的其中的一篇。你看两者，一个很精致，一个是很有岁月，充满了那个有一些想象力。基本上他的流程大概是差不多是这样子，他一定先发呆，什么都不做。因为创作人就是这样啊，他就是在里面的养分啊酝酿到了以后，接着就是他会先把故事的大纲先写下来。他这个是人物设定啊，他先设定自己的故事是怎么样，然后这里面的角色的精神主要架构是怎么样，每一个人物的一个精神呢，他会先把它雕出来，就是以方便他将来在创作的时候啊，每一个角度他都可以看得这样的画。然后从纸张的那个人物设定以后，才会开始在这个部分用分镜的方式，比如说一页里面有6个格子，他用六个那个精神，他的那个整个中心精神，先用文字来写，再赋予生命，再用画的方式来诠释。然后故事的大纲出来了以后呢，他会一直在揣测这样的律动，这样的对话，他那个节奏感跟画一样。它那个层次感饱不饱和？写剧本跟写小说还不太一样，剧本就是你大致的构图的这个故事情节、人物的个性，但一到写小说的时候就发现不一样。一小说你就必须要完整的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后来才体会到说，哦，对，郑问以前是他自己把美术设计他也做了，历史考据他也做了。对，刚才讲了武打这个动作，这个导演他也做了替身，是所有的这种格斗场面的设计，所有的东西，对啊。我的思维比较不一样，另类。我觉得是草稿了，对我来讲更有生命力，因为他的每一笔几乎用他的心血跟那个生命力在刻画。你看他的那个笔触这么的用力，我还可以感受到他画这幅画的时候那种心情。他鼓励所有跟他学画的人，就是要不断的画到自己可以唱歌这样子，所以你就知道这他多么爱画，画到自己要开心的唱歌。这个是郑问老师帮那个日本的动画，就是《孔子传》，他做这个封面还有设定。郑问老师他还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啦，就他的颜色，他颜色是没有范围的。也就那时候我还常想说，为什么这个脸里面会有这么多小奇奇怪怪颜色藏在里面？他那时候就跟我说，我现在讲来有点好笑，他说你看久那颜色会出现了。哦，对他，你看他那个细也是这种东西，你看细到已经，我那时候想说为什么有人画得这么细，后来终于知道了，因为他都用放大镜在画。哎，你就是孔丘啊？正是在下。我听说你是专门教人读书的，是吗 ？NHK 他想筹划这个《孔子传》的时候呢，他们当时就开始在寻找这个怎么样是一个中国式的这个造型。
那事实上，在日本的这个作家里面，当然也有那个水准跟造型能力很强的这个作家，可是他们一直在想，就是说，再怎么画呢，就是没有办法把中国人那一种憨厚，跟中国人的特质给呈现出来。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在画孔子的时候，我后面是用一些大泼墨的一个方式，那怎么画呢？都画的不是很理想，很放不开。那后来呢，就把自己弄得很狂暴。哦，所谓的狂暴不是说去打人，而是去打那一张图，结果效果就很好。就是要把自己提升到另外一种，就是没有那么正常的状况之下，因为那时候你所做的东西不是你平常可以做得出来。当然，就是跟很多这个创作人一样，就刚开始还是模仿，然后慢慢的，想说跟别人不一样，想说要有自己的一片天地，然后开始去做一些风格上面的一些追寻吧。就是阴错阳差，逼着自己去走这条路，然后就是很要命，然后走这条路好像走起来又蛮顺心的，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讲那个时候就开始踏出错误的第一步。我觉得曾文还厉害，就是人物造型，他画的俊男美女都不是普通的俊男美女，我觉得这我太好奇了。他自己呀从来不修边幅，也不，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画出来的？尤其是在安古兰的2012的主题馆的何物生，多么英俊啊！那真的是哇！如果那真的是一个真人的话，那我们真的是追星，我也要去追星，就是说太帅了。就是日本有一个用郑问的名字当游戏的名称的，对，叫《郑问三国志》里面的图。那么董卓抓那个小皇帝嘛，对啊，他烧了那个洛阳城，就是他人物画得很写实嘛，然后他身体部分是比较抽象的，对，这种画法结合，应该我觉得他算是第一个。其实郑问每个东西其实都有人做到过了，只是没有人把它全部合在一起啦。对，因为这些东西要合起来其实是很困难。一般你说人物画得好的人那个建筑物通常都不强，可是你看，就郑老师他这个房子全部是他自己画的那郑问为什么可以做？他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他开过那个室内设计公司，对，室内设计师就是要帮人家画出那个空间图嘛，就无中生有嘛。那他立体，我刚刚跟你报告就是他是雕塑科毕业的，他雕出来不是普通功力。我记得他学生的时候，那个永和区公所门口那个蒋公雕像他捏的，他学生时代捏的。对，他那时候功力就可以做到那个职业等级了。对，所以同时能够画空间立体图跟人物的图，都能够做到极致的人，这个都很少，更何况把它合在一起了。我自己画了30多年了，我也遇过很多有天分的人啊。可是郑问不是有天分，他是天才。我是那个钟秀阳，主要是在教漫画绘本。郑问老师的作品，我第一次看到他作品是这一张，我觉得他短篇很强，他短篇的爆发力非常的强，而且他彩墨的功力很好。因为我们以前知道的漫画其实都是以沾水笔来做，然后才发现说，他竟然是用毛笔跟牙刷，还有破布去做一个琢磨。最熟悉的应该算是深邃美丽的亚细亚。故事里面呢，讲的就是属于亚洲的精怪的故事。比如说有蛤蟆精、蚊子精，然后还有一些人性上的挣扎。那到人性上的极致，他会把这些人冠上一个王者的称号，比如说倒霉王，就是倒霉到极致的王。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要跟他的书为伍。像日本的讲坛社在发表他的作品的时候，也跟他说这个东西是亚洲100年难得一见的异才。鬼才跟天才，对日本漫画，郑问有一点像是，可能对他们像宫本武藏吧。他不是一个就是师承什么很厉害的，他就是一个自己对这件事情有非常的专注所以他自己找到他自己的方式。这件事情是让日本漫画的阅读
开始产生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变化啊，包括就是日本的漫画界颁发了他一个日本漫画家协会优秀赏。我们如果讲篮球，你就知道了，这叫 NBA 嘛。你要在 NBA 里面拿下3分王、灌篮王，然后这件事情，甚至是说被人家讲说，哇，那是乔丹的，那是 Jordan 的，那个是一辈子的，是这个概念吗？是这个概念的状态吗？那时候呢，石之森章太郎老师就是画那个假面超人那个，当时候是当漫画协会的理事长。他说颁给曾文老师奖，原因是他画的是日本人喜欢的，第二个是他画的是日本人做不到的。他把很多对话的残机放在里面，就像溃烂王，他躺在烂泥里面，随波逐流。他说：“我从劫难来，那么我就从劫难过。”我们都没有讲白，但是我们都觉得他所有作品里面的《3岁美丽亚细亚》里面的溃烂王最像他的个性，也就是立言先生说像台湾男人的那个很内敛，不懂得表达，但是他是很温柔的。离开我们的时候，就在那个位置，也跟他画面里面的一个画面，简直就是90%的一样，离开。就是漫画创作在早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是全部都要画在纸上的。这一张是封面的原稿啊，非常的久远，27年。所以讲它是编辑部后来就整个出书结束了之后，把这个整理的好的稿子再寄回来，其实就是非常容易看到原稿的背面原来长这个样子，哦，就是其实是重新拼贴过的。我们可以看到胶带啦，然后这些已经立可白的当年的画面已经开始都出现。但一般来讲，这张是比较特别的。你会看到漫画，他们不是我们看到的日本漫画传统，还有身上有一些它是贴网点，但是它的网点它现在是用这张来代替，他把他画好的东西拿去请制版厂出网片，这样可能是妖魔鬼怪，他又不要像你画上去那么锐利。所以他就是用网片方式去呈现。看他这些原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每一个真的就是艺术之作。接下来这些稿子在故宫展出，就是他一直跨了很多步，连他走了之后也把台湾的漫画带到了另外一个高度。感谢曾经有那些人，让我们见识到生命的取舍，可以举重若轻的孑然于宁静。感谢司马迁，把这些壮丽、孤独、自在收纳进文字，载入永恒。感谢郑问，从永恒中重新释放那些极弱闪电的剑光，不动如山的身影，满座衣冠嗜血的场面，雷霆万钧的时刻。我觉得他这一辈子虽然不够长，但是他的宽度很宽，我很感动。就是说，他虽然离开了，但是还有那么多人喜欢他。这是我替他谢谢你。